60万担。呀，你没听错吗？千真万确。就是360万担，这么多米，小小的南通城哪吃得下呀？他本来是要拉到南京去的，这不看南通遭了灾，想在南通卖一部分再走。李百万那个败家儿子现在在哪儿呢？还没回南京呢。不过您放心，大小码头咱都放了人，只要他露面，人跑不了。您瞧，就这件。老前辈，给您请安。您哪位呀？在下姓杨，也是个米商。知道老先生驾到，特来拜访。还没请教您。我姓廖，坐下说话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您这么大生意人，怎么管家都不带一个？嗨，我不像那些后生小子，挣不了几个钱，谱摆的倒挺大。我是怕这帮小子偷我的钱，所以谁都不带，有账自己算。不是老先生，您这话说，老前辈，听说您这次一下子带了60万担了。我也是做米面生意的，有点不太明白，请教一下。您这么多米卖得出去吗？听说南通海棠垮了，这地让海水一泡，怕是2、3年都不好种庄稼。怎么了？卖不掉吗？哎呀，难说啊，得看您定什么价儿。套我的底？不是，知道了，老前辈定什么价儿，我好合上去，咱们一个碗里吃饭的，别自己人冲撞了自己人，不是？你算了吧，我打听了，南京城的米官价是1两2分一担，老百姓买就得1两8分、1两9分。镇江的官价是1两5分，老百姓买怕是要超过2两。南通就更离谱了，听说卖到3两。我有米不在这儿卖，我岂不是傻瓜吗？可您没听说，这3两的价儿它卖不动啊，我这不还惦记着降价？这你就不如我了。今年安徽收成好，我准备把米价往低里做，官价就1两2分吧。反正老子后边还有300万担的米等着拉过来。这不合规矩啊！你的规矩还是我的规矩啊？您这是从安徽过来，低了9分，他出不来。这一路上还有人吃马费，路上的税钱、过关过河都要单加银子，这1两2分一担，连本儿都回不来。因为我米多呀。不是这个道理。哎呀，你别急呀，坐。你想啊，你卖3两，我卖1两2分，你还待得住吗？你待不住，这儿的商机就都归我了。你走了，我再卖3两、4两。朝廷要在这儿开大功，我把那300多万担的米全运过来，钱呢，我后边赚。您家大业大，就别跟我这老头在这小县城争生意了，算我求您了。我认识个安徽米商，姓孙，常年在芜湖走动，您可认识？不认识。他现在人就在南通，
来之前我向他请教，他告诉我，安徽的米商里100万担以上生意的他都认识，但他不认识您。我还不认识他呢。我是茶商出身，茶生意做垮了，才把养老钱买了米。你若是认识那些安徽的生意人，不妨跟他们一块儿打听一下。徽州廖五爷，我的底，你不就摸清了吗？我怎么敢摸老先生的底啊？闲聊而已。来，李公子一表人才，年少有为啊！好久。诸位，南通现在是米如金贵呀，而且你们要是想找江南的大美女啊，只需多带一些米就够了。李新兄啊，这个江南的美女，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好吗？那当然，那是你们还没都去过南通呢。俗话说得好，两湖熟，天下足。我这次是奉总督大人的命令来买米，你们只需把米运到南通啊，兄弟我修海棠开大功用啊！我必须要在我喝醉之前跟诸位把话讲明白了，不然过一会儿我准就忘了。李公子，您再喝一杯。哎呦，再来一个，来，再来，李公子。好，海亮，扶着。哎呦，我没事，兄弟，今天开不开心？开心。慢点。开心了就上去。走马经纶光阴，也走离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不用管我，也曾被不用管我。去生这一柴米油盐中会随意唱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老大，这是好机会呀！也只有李100万的傻大儿子看不出来。咱把话说清楚，有钱大家赚，不许吃独食儿。明天，一家100万担发往南通，趁他在这吃喝玩乐，咱把钱赚个一溜够。好，倒酒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无常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。他们来的好快啊！可不是快嘛，商场如战场，没有点雷霆手段怎么赚钱？你看这些人，哪个不是想来分一杯羹的？廖先生要是没做成生意，这些人再跑到南通去，那就麻烦了。已经查过了，徽州廖五确实是有这么一号，原先是世家公子出身，精于炒茶品茶，只是实在是爱喝爱赌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生意更是赔了个干干净净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原来确实是大茶商。他跑到我这儿来，看来我是要让他占个大便宜了。他连铺子都拎下来了，我就怕明天他一开门，那几位老爷闹着要降价。这老东西精得很，他是想把我挤走了，自己独吞朝廷后面的大功，这不行。大人，
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谁呀？别拍了！大人！你嚎什么丧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睡着了，是鸡是狗都不能叫。大人，刚才顾先生说，大人，您的老太爷要不行了，让我叫醒您，要不然打死我也不敢呐。大人，我老太爷没了，你把顾平原叫来。好，站着，滚！大人，我问你，谁家老太爷不行了？你急着见我，也不能编这个谎话。我砍了你，你信不信？别呀，大人，学生有隐情的。有隐情你就编我们家老太爷不行了啊！多亏我们老太爷几年前就仙逝了，要不你不得把谁吓死啊？什么你都敢说？大人，要不您先看看这个。您看啊，这上面写着“大清咸丰年制”，这可不就是大人的老太爷？我的您的那就算是老太爷吧。大人给了我私房钱让我做生意，我派出去卖米的已经4天了，交易还没有做成呢。南京下关码头如今来了很多运粮的船，这船一旦到了南通，咱们这钱可就挣不着了。恳请大人下令，多留他们1天。我这生意要是做不成，大人的银票就会出问题，那可不就是老太爷垂危了吗？你可真够狠的。等着。快马把这个送给老九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咱说清楚了，只能有1天。那船把河道堵了，我要是不放，非出大事不可啊！多谢大人。就烦别人把我叫醒了。所有人原地不动，插满载。快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所有粮船给我细细的搜，别让反贼跑了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一律不许卸货。哥，你的招可真多，9帅的兵都能让你搬来。哥，廖先生那边还没消息啊？没有啊。你给我交个实底，咱是不是玩大了？几百万担的粮食，姓杨的他吃不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吃不了就我们输呗。哎呦，哥，你不要假装心里有底了。我给你算笔账啊，1两2，这些粮食运来就得1两2，你要卖不了，你再，这账我算不过来呀，哥。哎呀，怕什么呢？最坏的结果就是我们赔本。你可许了我50万两银子呢，你输了我跟着遭殃。这要廖姑娘觉得我跟你一样靠不住，再不嫁我了可怎么办？那好啊，要是有银子就嫁，没银子就不嫁，那这门亲事不结也罢。不是哥，他有银子没银子他都愿意嫁我，我就说这要有银子开个店养养家不挺好的吗？我问你啊，你觉得做生意是为什么？为了钱呗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今杨千万，
但米价1分钱不往下降，还一个劲儿的往里头吃，是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独霸南通，对吗？他要把修海棠供应的米面生意也一并吞下去，他太贪了。虽然说这个世上做生意的就没有不贪的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不可贪过了头。呛死了，屋里着火一样的。我等了杨老板一宿了，我心里着火了，这屋子没着。这天都亮了，开不开门啊？哎呀，这米照这个价卖下去，非得赔他姥姥家不可。之前不是赚上的吗？总能算个平吧。那是常老四赚的，到我这儿赔了，岂不让我姑爷小看我呀？别胡说八道！怎么叫胡说八道呢？常四爷肯定要笑话我。再者说了，这笔买卖不成，你的终身大事那可怎么办？您还真当真了？我能不当真吗？做生意这事儿啊，爹最有经验了。你说我干砸了多少买卖了？你好意思说？做生意的人讲究的是吐唾沫砸坑，这胳膊肘跑马，一句算一句。古平原这几年干成大生意了，靠的就是说话算数。我要是能帮助他把这笔买卖干成了，拿他个50万两银子，将来你和古老二这一辈子我就踏实了。爹妈呀都是半辈子，只有夫妻才是一辈子。不是你这达不来，你还不开门了呀？我能不养您老吗？开不开？开，我算看明白了，我天生就是不招财神爷喜欢的命。谁呀？我呀。我知道你是谁啊？杨千万杨老爷的管家，给您送银票来了，梁先生，赶紧开门来。姑娘。哎呀，财神菩萨，刚才我说错话了，你最疼我了，我姑娘终身大事有指望了，我也能早早的抱外孙子了。来了，赶紧开门哎！哎，梁先生，哎呦，开门哎，闺女啊，你说这财神爷到了，这门开不开了呢？还真不疼我，梁先生。哎呀，可算开了！您点点，一会儿我来清账。谢谢。姑娘，打开呀！打开干什么呀？你没见过银票。我见过银票，银票没见过我。老爷，咱这还开城门吗？看着阵仗有点吓人呐！开，我亲自开。全是财神爷呀！啊，一个一个迎进来，啊，一个一个迎进来吧，咱们。哎，这马车都往这边过来啊！哎呀，诸位啊！这南通城啊，这房子可是垮了不少。我今儿就把衙门啊给你们腾出来，就让你们做仓库。咱城外那些粮车呀，天黑之前，保证让他们都运进来啊！谢谢大老爷，谢谢大老爷。几位，我们几个都是在路上互相碰见的。请问，现在南通城的米价是多少？哎呀，3两银子啊！诸位，您看看现在南通城这模样，不是你看看我这模样，还能卖得出去吗？
县令大老爷，我们都是从两湖一带过来的，卖不出去是什么意思？你们都看着了，南通老百姓这样子，这米价啊，这价钱得合适。您觉得多少钱合适？反正是3两银子，肯定没人买啊！嗨，你们就都拉回去。来，走！老爷，先去把那衙门给他收拾出来。完了！别拦我们，别拦我们，也得回去想办法。听我一句话，把劲儿扛住了。杨老板，你就闪开吧，外面呀几百个字号，我不卖，把米烂在这里吗？干脆您好人做到底，把我们的米全都收了吧。您扛着不降价，我们也不想要这珠子。对，你都能3两一担收别人的，咱们也都是兄弟，我2两5分一担卖你。是谁想疯了？他是占我便宜来了。来，怎么样啊？息怒，老爷息怒。我息怒管用吗？什么价？南通城现在1两银子一担。什么？啊！白忙活了？什么这么快啊？绝对不可能！怎么会1两银子一担的？南京城1两2分呢？货到地头死啊，老爷！您看这下午就8分9分一担了。不是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你就非得跟人家赌吗？现在我们把米运回去也赔钱。哎呀，一旦我收了380万担，就是要烂在仓里。古兄，李兄，我来了。来，呦，好家伙，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我，哎，快来坐。1斤啊，10斤。我一直喝。老二，泡杯茶来。怎么给自己喝这么多啊？我这10天简直了，一天喝4、5顿酒，和每个米商都拿这么大的碗儿喝2顿，累死我。赶紧喝口茶吧。你这立下汗马功劳的人，来。这次你的功劳大极了啊！我功劳有多大呀？还不大吗？今天早晨起来啊，我去南京下关码头，停了300多艘粮船呢，刚刚才放行的。300多艘，你赶快也跟我说说啊！不是你这边情况怎么样？让我也痛快痛快。在这稍微等一下啊。看看啊！哎呦，这是你的本钱，前后呢，卖了那个老家伙380万担，一共收入1140万两啊！1000多万两啊！痛啊！我就是见着自己挣的银子格外的亲。李兄，还记得之前我们怎么约定的吗？我当然记得。这些，还有这些，所有的银子都拿去修海棠。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咱这次啊，主要就为了收拾那老小子，出口恶气。李兄啊，现在咱俩分修东西2个海棠，钱全部放在我这里，你用起来也不方便呢。这都是你应得的，拿去吧，都装好带回去。哟。
谢谷兄。你谢我做什么呀？我这辈子第一次做生意，不为了赚钱啊！痛快，嘿嘿，痛快！老爷，老爷，您也别太难过了，留得青山在呀。已经1两1担了。滚！不是让你滚了吗？等那小王八蛋来了，我敲死他！可是那小王八蛋，他已经来了。你好歹也算个贵家公子，这时候跑来看我笑话，有失雅范。哪儿能啊！我今儿来呀，一个是为了取珠子，再一个是为了候着养老前辈打赏。你小子够狠！走，给你取珠子，拿银票。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9分了啊！大家下来，这边9分了啊！哎，8分了啊！这边8分了，哎，6分了啊！6分快了，6分行，这是做什么？一会儿让那些米商看，非得一口气把我生吃了不可。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朝廷派来开大功的官，他们上赶子巴结你还来不及，你怕什么？这做生意的做就是做戏，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，大家各安其位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干什么？您是理学大师啊，见着钱了能不能控制点？哎，你见哪个圣人是穷人？瞎说！哎，你要是穷啊，谁还捧着你啊？嗯？哎，这笔钱我谢过了啊，为民除害嘛，何谢之有呢？哎呀，来，给你个小玩意儿啊，那什么呀？字画吗？顾先生，我引你为同类，你怎可不敬啊？大人是科场的老前辈，一品总督，活活半个圣人了。我呢，只是一介小小的商人，怎敢跟您同类啊？哼，休得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商人的嘴脸。我刚见到你，我就跟老九说，我说这哪是商人呢？这就是个读书的坯子嘛。老九跟我说了你的事儿，要把你调到我的手下。我一开始还是有疑虑的。你呀，聪明外露，幸好有颗人心，要不然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这一封呢，是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上书推荐你的一封信，啊，查该员处事方圆兼用，
貌不惊人，心雄万夫。该源自道，幼年多发狂病，后于科场之中发作，因宣华科场罪，判留宁古塔。臣愿保该源可实授同进士出身，为朝廷留此栋梁，为东南留此大才，如此幸甚。啊，这个不敢。处事方圆兼用，貌不惊人，心雄万夫。我这一生阅览人物，能得此2句者，唯你老兄啊！好，这一封呢是礼部的单子，你回去把祖宗3代开具齐了，我一早拜折即走啊。这点谢礼你还看得上眼吗？吴先生，哎，吴先生，傻了呀你！系平生之耻，有如在生。是啊。英雄岂可久居风尘呢？这件事情我办得也痛快。今天呢，你就不要回南通了，和家里人好好聚聚，把3代开具齐了，明天一早送过来。是。大人，还有一件麻烦事儿，我爹在我年幼的时候上京赶考，至今下落不明，不知是生是死。这件事情我倒是听6王爷提起。你爹赶考那年，正赶上京城大疫，死了不少的人。当年的9门提督把那些尸体全都烧掉，无从查考。你就这么写吧。大人，我想替我爹真心实意地给您磕个头。哎呦，合着原来一直都不是真心实意的，是吧？啊？十有8九。这一次家风3代，给他老人家挣个功名，比我自己得了还高兴呢。那是自然。有了功名，就是在9泉之下，那也是荣耀。另外，你娘把你从小养大不容易，等你立了功，我替你做表，让朝廷赏他个告誉。我替我娘谢过大人了，那我这就回去跟她说一声。好，对了，大人，还有件事儿，请您允准。李清和我毕竟是兄弟，李万堂是李万堂，他是他。这次修海棠评米价，他是立了大功的，他想挣得2淮盐业的经营权，无非是和他家里打了个赌，想从家里独立出来而已。还望大人明鉴，这盐场莫不如就交给他处理吧。不把盐田给他，我有个道理。上次你们去找洋人谈判，洋人是寸步不让，他们要搞茶叶，要搞丝绸，凡是能赚钱的，他们都要搞一遍。如果真的把这盐田都给了李万堂，他如果卖给了洋人怎么办啊？我拦得住吗？杨大人把盐一涨价，江南7省的百姓造了反怎么办？你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吗？这个我倒没考虑到，是我见识浅陋了。他去修海棠，我替他挺功啊。盐田可以给他一部分，但是朝廷也要留一部分。说起来，他手里那些盐田也都是趁着南方打仗的时候趁火打劫得来的。人不能太贪心，啊，吴平原，你呀，聪明外露，将来麻烦少不了啊。你今天放过了他，将来他可未必能够饶过你呀。你去吧。
是。娘，娘，爹，亮叔叔，你们来，快来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眼一下都不行了。哎，四爷，你念给我听听。好。古平原回州府山涧村人士，咸丰3年回州府山涧县乡试第3名。咸丰5年回州府会试第1名。因公保同进士出身。举荐人礼部尚书林贵，保人两江总督瑞麟。真的假的？老天爷开眼了！哈哈，老天爷开眼了！老太太，平原修成正果了，得了个好出身，哦，我给您贺喜了。娘，两江总督推荐平原，给他一个同进士出身的功名。娃儿他脱籍了。谁说不是呢？王八戏子吹鼓手，朝廷的重要钦犯，3代以内，不能考举。这下好了，您的孙子，孙子的儿子，将来就会有大好的前程。哎，咱们的正主呢？哎，别正主的，平原现在是进士了，那进士老爷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哪有功夫跟咱们家长里短的？就是说呀，爹，您也别老四爷的叫了，人家现在是进士老爷的丈人了，我们得叫四老太爷。哦，四老太爷，哎，还摆谱呢。您女婿就不嫌您出身低呀？您好好打听打听，这两江总督的闺女会不会嫁给他？是啊，这都是保不齐的事儿啊。人家哪有闺女要嫁的呀？老正经。我怎么记得有呢？娘，进屋。真有啊？真有。慢点，慢点，再慢点儿！嘉庆爷的御笔碰坏点漆那都是大罪。每次我看这块匾，我都在想，我这辈子没出息那是应该的。您看老爷祖上，100年前就这么风光，真是不能比呀。这是夫人的祖上。这当时的家业只有半个城，到了老爷您手里边，好家伙，这生意都快成半个国了，得让当今皇上再给您写块匾。写什么匾啊？盯着使就做戏罢了。你们去吧。老爷您看，这都是知道咱们在南京重开李家票号老店之后要过来拜会的客人，咱们先见哪个呀？一个一个来吧。行客拜做客，这是规矩，就先从两江总督府开始。已经跟你约上了，总督大人说了，明天用他的轿子再派6个哥什哈请您过府。就说这6个亲兵嘛，那也都是红顶子，两厢地面上没有第2个人了。只是一个礼仪而已，我还真敢上他轿子？让御史看见了，参我一本可不得了啊！这个老狐狸啊，把着盐场不放手，他不让我碰。哎，老爷，您不是把这事儿交到少爷手里边了吗？要不您让他起来吧，一大早跪到现在了。进士直接往下放，这叫老虎班儿，那至少也是个县太爷啊。县太爷怎么了？那县太爷也是一个县的父母官啊，那权力是很大的呀。哎，你个小小刁民，你不服气是吧？老爷升堂，我站一旁。这个官幸好不是你来当了，你要当了，这天底下都容不下你。哥，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？我
就看不惯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人呐，有的时候就是贱。你说谁贱呢？啊？说谁贱呢？快！哎，娘啊，四爷，廖先生。哎呀，姑爷，敬事老爷，你这个礼你娘能受得起，我们俩现在受不起了。没错，四爷不四老太爷说你修成正果了，要叫我说呀，小子，你好好修这个海棠，那是积了大德了。中午怎么也得好好吃一顿吧。娘啊，我怕自己接不住。有那么点儿。来，跟我过来。中午吃饭。哎呀，想明白了？想不明白。并肩登楼，一起走向头。风雪踏过山海同游，人世道险与凶，心一诺千斤重，未料想命运的捉弄。相逢间无语中，仿佛花意匆匆，半只脚共闯荡，如日初升。也曾拥凌云梦，天地碧入怀中，绘春秋。岁月峥嵘，当时同舟携手渡江河翻涌，劝君更尽酒一盅。曾见过他负隅翻云，手断千百种，也见过那离子将人心渐渐万空。生与浊世所幸，彼此曾患难与共。写意，好似一场梦。相逢间无语中，叹浮华意匆匆，剧中人总神仙。